说我上个周末回家吃了一顿饭，顿饭的功夫被问了7遍同一个问题。7遍？什么问题这么重要？你猜？什么时候给我们做蛋糕？哈哈，我倒希望是这个。他们问的是有对象了吗？哦，这个问题我太熟悉了，我奶奶上个星期刚问过我。真的吗？看来你也被催上了。被催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中文里有个词叫催婚，催就是催你快一点，婚就是结婚。哦，催你快点结婚，所以叫催婚。对，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中国式催婚。太好了，我正需要。先别急着学，我得先八卦一下，你上次那个见面后来怎么样了？你是说我爸的亲戚安排的那次相亲？对呀，你去之前紧张的不行，回来也不跟我汇报。其实见了，女生人很好，我们聊得也挺开心的。听起来不错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他也是被他妈逼来的。两个被逼来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，对，我们后来一半的时间都在吐槽各自的家里人。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哈哈，现在我们成了朋友，用你们的话说，算是吐槽搭子。你这个词用的太地道了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我那个亲戚听说我们没成，马上要给我安排第二场。欢迎来到中国年轻人的世界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所以今天你必须教我怎么活下来。好，那我先从我家的餐桌说起。那天我一坐下，我大姨就开始了。问有对象了吗？这只是第一题，后面还有一整套。做什么工作？一个月挣多少？有没有买房的打算？等等，这也问得太细了吧？在英国，这些都是很私人的问题。所以中文里管这个叫查户口。查户口，户口我知道，是登记家庭信息的那个本子，对吧？对，警察登记户口的时候，会把你的信息一条一条问清楚。亲戚问的跟警察一样细，我们就开玩笑说查户口。原来如此，这个说法太形象了。而且上场的不止我大姨，还有我二姨、我舅妈、我姑姑。天哪，你们家亲戚也太多了。所以中文里还有一个词叫七大姑八大姨。等等，7个姑姑，8个阿姨，你家真的有15个亲戚吗？不是真的数字了。七大姑八大姨就是指家里一大群特别热心的亲戚，具体几个没人数过。明白了，就是那种人很多又特别爱问问题的亲戚团。没错，逢年过节他们会准时上线。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你结不结婚呢？一方面是真的关心，觉得你一个人过不好；另一方面，亲戚之间也会比较什么？比较谁家孩子先结婚、先买房、先生娃。我那天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表姐都二胎了。”二胎，我就是第二个孩子。对，意思就是你看人家表姐第二个孩子都有了，你连对象都没有。哇，这个压力也太直接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小时候跟你比成绩，长大了跟你比结婚。别人家的孩子，我记住了，这个词太好用了。而且我妈还会觉得没面子，别人问你女儿有对象了吗，她答不上来，就觉得脸上挂不住。脸上挂不住，是说觉得丢脸吗？对，就是觉得不好意思，下不来台。原来长辈也有长辈的压力。是啊，所以催婚有时候是一层一层传下来的。亲戚催我妈，我妈在催我。像接力赛一样，最后一棒交到你手上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奶奶也问你了？对，
上个星期视频的时候，他突然问我：子谦啊，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来，给奶奶看看？连中文名都用上了，说明是认真的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好说：快了，快了。快了，快了，你已经会用中国年轻人的标准答案了。这是标准答案吗？我是随口说的。这个我们后面细聊。那你妈妈那边呢，也会催你吗？完全不会。我妈是英国人，她觉得我才23岁，着什么急？我妹妹 Sophie 在英国，也从来没人问她这些。同一个家庭，两种画风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中国的长辈觉得23、24岁就该结婚了？好问题，咱们待会儿专门聊。不过我先告诉你，催婚厉害的亲戚不止动嘴，还会动手。动手？不至于吧？别紧张，是动手安排。上个月，我妈带着她闺蜜的儿子路过我的甜品店。路过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是我们店在一条小巷子里，他们家住在城市另一头，开车要1个小时。这也太巧了吧！对，我妈还演得特别认真。哎呀，这么巧，正好来买个蛋糕。然后呢？然后她就把那个男生往我面前一推，这是张阿姨家的儿子，在银行上班。你们年轻人聊聊。我当场就安排上了。那个男生什么反应？他比我还尴尬，全程盯着蛋糕柜，最后真的买了一个蛋糕逃走了。至少你做成了一单生意。所以这种假装偶然遇到，其实是故意安排的见面，中文叫安排偶遇。偶遇就是偶然遇到的意思吧？对，本来是很浪漫的一个词，被爸妈们用成了战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个亲戚上次也说，改天让你们年轻人一起吃个饭，就当认识个朋友。就当认识个朋友，这句话你耳熟不耳熟？耳熟，上次你教过我，我只是去见个朋友。对，套路都是一样的。看来全中国的爸妈用的是同一本教材。没错。对了，安排之前一般还有一个环节，发资料。资料？什么资料？我妈会在微信上发来对方的介绍，像简历一样，身高1.78米，某某大学毕业，在银行工作，有房有车。等等，找对象还要看简历，这听起来像面试。所以很多年轻人吐槽，相亲就是一场面试。上次聊相亲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过条件和门当户对吗？记得，门当户对，就是两家人的情况差不多。对，你的中文越来越好了。而且啊，有的长辈还要看属相合不合。属相？是12生肖的那个属相吗？对，比如有的老人觉得属鸡的和属狗的不合适，因为有个成语叫鸡犬不宁。因为一个成语就不让两个人在一起，这也太悬了，对吧？年轻人一般不信这个，但架不住长辈信。好吧，找个对象要过的关卡比游戏还多。所以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实战教学，被催婚的时候到底怎么办？快叫我，下次视频我就能用上。第一招，找借口。比如我就说店里最近特别忙，走不开。哦，用工作当挡箭牌。挡箭牌这个词你都会？嘿嘿，上次看电视剧学的。厉害了。对，工作学习忙都是万能借口。第二招呢？第二招，敷衍，就是随便应付几句，别接招。比如你刚才说的快了快了，还有再处了再处了。再处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处就是处对象，谈恋爱的意思。再处了就是正在谈呢，先让他们安心。可是如果根本没有在谈呢？
那就是善意的谎言。哈，不过这招有风险，下次他们会追问。上次说的那个呢？带来看看。谎言越滚越大。所以我一般用第3招转移话题。怎么转移？大姨一问有对象了吗？我马上说，哎呀，大姨，您这头发在哪儿做的？也太好看了。然后他就开始聊头发了，聊了整整20分钟，把催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还有第4招反问，他们问你怎么还不找对象，你就问，大姨，您当年是怎么认识姨夫的呀？这样有用吗？特别有用，长辈最喜欢讲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，一讲就停不下来。我学到了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没错，最后一招也是最高级的一招，随缘。随缘，跟着缘分走。对，别人催你，你就笑着说，急什么呀？随缘嘛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有了。这个词好，又轻松又没办法反驳。因为缘分在中国人心里分量很重，你一说随缘，大家就不好再催了。不过小月，我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，直接说这是我自己的事，请不要管我，行不行？理论上行，实际上场面会非常难看。为什么？在英国这样说很正常啊。因为在中国家庭里，太直接的拒绝，长辈会觉得你不尊重他们，会伤心很久。所以要用软的办法，不能硬碰硬。对，中国式的沟通讲究绕个弯，这也是你学中文的一部分。好，现在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吧？为什么长辈们这么着急？这要从他们那一代人说起。我爸妈那代人20岁出头结婚是很正常的事。这么早？对，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，到了年龄经人介绍，认识几个月就结婚了。所以在他们的经验里，24岁还单身就是出问题了。对，他们不是故意为难我们，只是拿自己那个年代的时间表来看我们的人生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结婚越来越晚呢？原因很多呀，首先是现实压力，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结个婚要花很多钱。彩礼是什么？彩礼是结婚的时候，男方家给女方家的一笔钱或者礼物，是一种传统习俗。哦，我好像听我爸提过，这在英国倒是没有。其次，现在大家都想先把工作做好，有了基础再考虑结婚，这叫先立业后成家。立业是把事业立起来，成家是组成一个家，对吧？完全正确，你现在都能自己拆词了。被催多了，自然就学会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将就。将就这个词我不认识。将就就是虽然不太满意，但算了，凑合着接受吧。比如这件衣服不好看，但将就穿吧。哦，所以不想将就，就是不愿意随便找一个人过日子。对，宁愿晚一点，也要等一个真正合适的人。这一点我特别同意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急不来。中文里管这个叫终身大事，一辈子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终身大事，所以长辈催也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。对啊，说到底，他们的出发点是爱，只是方式让人有点受不了。我想起我奶奶了，她问我的时候，其实眼睛里都是笑，她就是想看到我过得好。是啊，所以我从来不跟家里人吵，我只是按自己的节奏来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，就算结了婚，是不是就安全了？天真，结了婚他们会催你生孩子，这叫催生。啊？还有下一关？生了一个还会催第二个，催对象，
催婚、催生，我们管这个叫催婚三部曲。这个游戏根本通不了关啊！所以心态最重要，把它当成长辈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就好。明白了，听的时候笑一笑，做决定的时候听自己的。哇，你这句总结的太好了，我要记下来。那趁热打铁，我把今天学的词都总结一下。好呀，开始吧。第一个催婚，就是长辈催你快点结婚。对，问东问西像警察一样，叫查户口。一大群热心的亲戚，叫七大姑八大姨。完全正确。假装偶然遇到，其实是故意安排的，叫安排偶遇。我妈的拿手好戏。应对的办法有找借口敷衍、转移话题、反问，还有最高级的随缘。满分。然后年轻人结婚晚是因为想先立业后成家，而且不想将就，因为结婚是终身大事。太棒了，这期的内容你全记住了。最后一个，就算结了婚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后面还有催生。看来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准备好了，下次奶奶再问，我就笑着说：“奶奶随缘嘛。”他一定会夸你中文进步了。不过他也可能说：“随缘可以，那你先带个缘回来看看。”那你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催婚生存指南就聊到这里。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被催过婚？你是怎么应对的？还有外国的朋友们，你们的国家有催婚吗？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们。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愿大家都能按自己的节奏遇见对的人。